咱们辽宁鞍山的花友啊，有一棵龟背竹要痒死了啊，发过来让我帮忙给救治一下啊。咱们看一下啊，根系已经烂没了啊，那已经烂到这种程度，咱们直接就，水培啊，直接水培发根儿，然后再种，其实非常简单啊，你啥也不用去管啊，你也不用去给这个小根儿给它咔掉啊，不用啊，你也不用去给它杀菌，咱们直接找一个大水杯啊，给它茎干稍微的深一点啊，水位稍微高一点，你能做的就是每天眼珠子去观察它啊，有没有黑腐的现象。还有一点注意的就是什么？一定要每天去换清水啊，不换的话，水发臭的话，它这个菌滋生比较快啊，容易出问题啊，它这个茎干容易腐烂大面积啊，那时候就不太好救了。那么就每天换清水就行。咱们浸泡10天到15天左右啊，它有可能会在原有的气生根的一个基础上出现新的根系，那么或者说从茎干的位置出现一个新的根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老的这个气生根会腐掉，会烂掉啊。咱们不用拿剪刀去剪，咱们用手指甲沿着啊捏着它腐烂的这个位置啊，从根儿给它撸掉就 OK 了。哎，老的这个茎干啊，老的茎干位置腐烂的地方，咱们都给它撸掉，或者说它茎干上长的一些黑色的物质啊，咱们只要给它撸掉就。那么撸掉以后啊，你不用去杀菌，你不用去给它消炎啊，你不用给它吃消炎药，你就用手轻轻的那么给它冲洗就 OK。咱们把茎干的这个黑色物质白脯啊，咱们给它清理掉就 OK 了。大概1个月到1个半月左右啊，咱们水培的根系啊，整体达到8到10厘米，咱们就可以给它转成土培。很多人前面的步骤做的都没有问题啊，植物也顺利发根了，但是它转土培的过程当中啊，又出现烂根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反复的烂。咱们接下来演示一下水培发根的龟背竹如何改成土培，一次性给它整活。咱们首先选盆啊，大盆小盆一定给它选偏小的。很多人说我用大盆，我一次性给它摘完，记住我一句话，养花没有一次性的，都是逐步过渡的。那么从选土上来讲啊，这时候咱们选土一定要用新土啊，你有菌的旧土这时候不能用。我用的啊就是咱们颗粒相对大一点的咱们的种茶杂货土啊，比较松软、保水性、排水性、综合性比较好的啊，咱们的种茶杂货土是吧？你正常加低土啊，咱们种植的时候一定要把水培出来的这个根系啊，你要埋到土壤当中，是吧？不能悬空啊，咱们不要使劲去压根儿啊，咱们利用还是教你的这个铁砂掌啊，首先把土给它填实了。我种植的手法教的非常详细啊，尽量都让你教活啊。咱们躺着种，把底部的这个根系啊，要给它埋在土壤当中。咱们铁砂掌把周边土给它压实一点啊，压实一点，然后压完以后啊，一定要把盆面的多余的这个土啊给它去掉，让龟背竹的茎干的这个位置啊，咱们露出盆面。那有些人说，哎，你怎么种躺下了呢啊？这没有形了。等它先发根，咱们再换盆的时候啊，给它稍微立着点种。现在并不是说我种进去它就顺利的长根了，现在我做的一切都是满足它前期生根的一个土壤条件，包括铁砂掌去摁啊，根和土贴合好。你这有这个条件，它才会去长根。这个时候买过咱们咔咔长根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的啊，让它去刺激这个根系啊，快速的一个生长，让植物快速的浮盆。咱们只要把这颗粒啊撒在盆面上，用土微微给它盖上就 OK 了。咱们在浇茎根水的时候啊，小水慢浇，浇透浇足。等这个水渗透下去以后，咱们再浇一遍啊。让那个土有充分的时间吸饱水分，浇透以后啊，有部分的根系裸露，还有就是茎干位置啊，这个土给它盖上了。咱们可以把茎干位置这个土啊，给它盖到这个根系上啊，维持根系周边土壤的一个湿度啊，稍微给它摁一摁，是吧？都是有利的创造根系生长的一个条件，都给它摁上啊，土面都给它盖住啊。那么这种悬空的根系啊，给它湿度保住，等这个根系扎到土壤当中以后啊，面上的土就没有用了。前期咱们都是过渡式的保活。另外，看我种植啊，讲的非常细了，茎干位置露出来啊，避免底部没有根系这个茎干长时间的沤在这个花盆里边啊，没有抗性的条件，这个茎干开始腐烂啊。然后咱们龟背竹的缓苗环境。是吧？之前讲过明亮光、散射光，放在你家南阳台，阳光能够直射到的阴影的这个位置啊，左边阳右边阴这个位置的半米之内啊，进行一个缓苗。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调转一个方向啊，让叶片的正面啊对着咱们南边啊，对着光，这样它这个茎干长起来以后啊，这样它茎干长起来以后会慢慢的往上立。这个龟背竹大概养护1个半月到2个月，它新长出来2片叶片了以后啊。咱们可以给它继续换盆啊，那个时候你可以去给它绑水苔柱，可以去造型，那么都 OK。我为了你们能够把这个龟背竹救活啊，讲的非常详细了啊，别忘了点亮关注啊。
带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做15天爆根儿。看着这个多方位爆发式生根的这棵龟背竹啊，咱们15天之前咱们是水培刚刚种植的啊，15天以后啊，那么它就是爆发的一个生根。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重沙沙火土配合微生物有机肥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植物成活率，强大的一个生根能力。说这棵植物到你家以后啊，根系发展到这种程度，快速的生根，那么这棵植物好不好活？特别好活啊，养护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了。那么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去种植去养护，非常简单，就4大点。那么第一大点，看我龟背竹种植的时候，茎干露出来，浅埋浅种啊，根系可以适当的露出盆面，都在发生毛细根，要保证空气能够进入到土壤当中，然后咱们种植的时候周边土填实，让这个根系能够充分接触到新土的，咔咔往里长。那么第二大点就是咱们种植的时候，缓苗的时候，是吧？光线要明亮啊，你不至于直晒，但是光线一定要明亮，让它的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它能够生长的根系的一个植物本身能利用的一个养分。你记住我这句话啊，你没有适当的光照啊，你家里放在客厅光照环境弱，这个植物永远长根特别慢。你用啥它长根慢？没有能量。那么第三点，咱们选择土啊，在室内排水透气好一点的土，那么再合理性的去配合一些生根类的肥料啊，咔咔长根的微生物，喷土不要让它干透。前期发根要有一定的湿度，那么这棵植物开始咔咔的长根啊。这个植物这时候植物调节根系和叶片生长它对称的时候，那么来吧，你家植物状态呢是嗷嗷的啊，哐哐的往上顶啊，你控制不住。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棵植物对你来讲没有任何难度了，我养腻了，养腻歪了，我不爱看了，审美疲劳了，那么换一个新品种。